已经开始录了。Hello，大家好，我开了一个新的频道，因为我想要做一个实验。这个实验就是挑战自己，每天都上传一个影片，看看会发生什么事情。为什么会想做这个挑战呢？因为有很多原因。我最近看到一个新闻啊，就是那个 Mr. Beast， 就是野兽先生嘛，他的订阅数量已经超越了那个 T-Series， 成为了全世界最高的订阅。他的订阅数好像有2.7亿左右吧，有点忘记。他每个影片都有大概一亿多人观看。然后我也看过他早期的一些影片，就是他还青少年时期很年轻的时候，那个时候他刚开始就是拍影片，然后他很希望自己有一天可以变成很希望自己有一天能够变成一个很成功的网红这样子。然后他拍过很多奇奇怪怪的影片，但是后来我觉得他每个人成功都有他的因素在那边。然后其实他拍的一些影片虽然很像废片，可是其实他背后也是有一些意义存在。我看他的一些早期的影片，我也觉得有点启发。再来另外一个就是最近不是老高老高与小莫嘛，他最近有宣布说他在会员的频道会开一个新的专区嘛，就是分享他自己作为一个个人创作者，他是怎么样经营自媒体的一个经验分享。所以啊，我就是想到说，现在有人订阅数已经2亿多了，那像老高他也在分享怎么样子制作自媒体的经验。但是呢，是不是有很多人根本就还没有，连拍片上传的经验都还没有，对不对？所以这是蛮奇妙的一件事情，是不是大家都觉得说，从来没有想过做影片这件事情，或者是说大家都不太清楚说拍影片上传的意义是什么，然后或者是说大家都觉得说不会成功之类的，或是影片没人看，就是有很多的想法。那我最近，因为我以前就是我也觉得说做 YouTube 影片很好，因为它可以记录嘛，它可以重复播放。那有时候一些好的内容啊，或是自己觉得不错的东西，如果做成影片分享的话，那像现在又可以翻译成多国语言嘛，所以说我觉得它有很方便的优势存在。那我自己因为我对于这个拍影片也是一窍不通，那其实也是2、3年前吧，就有开始试着拍一些影片。那刚开始顾虑也是很多啊，又要弄背景啊，又要弄剪辑，又要弄各方面，都想要弄到很好，所以说效率很差。就是说拍一部影片可能要很长的时间点击啊，然后做很多准备啊，前后的准备，所以说拍影片效率不高。那我拍的数量也不多，我就是有时候拍1部片或2部片，然后呢，其实就很像在练习和测试吧。然后这2、3年下来，也陆陆续续拍了一点点影片，也才10几部、20部吧，就不多。但是确实呢，在拍影片的过程当中呢，就是包含剪辑的过程当中，就觉得对剪辑啊、对拍影片这些事情越来越不陌生了，然后也会越来越知道说哪些是重要的，哪些是不重要的，就是越来越简单就好这样子。不是说简单就好，就是有些事情可以简单就好。也是因为自己有了拍了一点点影片的经验，然后所以呢，在看到其他的 YouTuber 做影片的方式，还有看到像老高他们分享怎么样子经营一个频道，然后就比较有心得。因为如果都从来没有发过影片的话，看了也没有感觉，因为好像跟自己没关系嘛。那最近的话，我就是有了比较多的想法，那我也希望给自己一个挑战，就是想做一个实验，换一个另外一种角度来思考。我们一般都会觉得说，呃，拍影片是不是要先有一个主题啊，有一个非常好的内容啊，然后有非常充足的准备和各种各样的素材，然后我们才去拍影片，拍完之后剪辑成一个很完美的状态，然后去呈现出来。
但是后来我发现不是这样，就做了几部影片之后，发现不是这样，因为从平台的角度和从观众的角度看事情，跟我们自己个人角度看事情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就开始有不一样的想法。总而言之呢，我觉得说我们要先拍影片，先上传，你先开一个频道，随便取一个名字，然后呢，随便写一些简单的频道介绍，然后简单你用 AI 生成个 logo、横幅，简单弄个图片就好，不用想太多。然后呢，我们先开始拍影片，然后先上传，然后在这个过程中，你就会对于各种幕前幕后的工作，你就会越来越有经验和感受，那你就会成长了，这样子。这跟频道成败没有什么很大的关系。另外一个就是说，其实我们大部分的人呢，并不会有很多的时间特别去拍一个主题或制作一些影片，我们也没有团队。我在想，就是说，为什么要做一个实验？就是说，我想实验看看，如果有一种做法是每个人都适用的，然后呢，每个人也都做得到的，那我们用这种方式来去做实验的话，是不是会比较符合大部分的人的情况，而不是说让人家觉得说，你这种影片制作方式我做不到这样子。所以我后来想来想去啊，然后还有了解到一些像老高他们分享的经验嘛，我就觉得说，应该是要固定更新，而且呢，换个角度来讲，我们不要去考虑订阅数，其实就是说，我觉得每天拍影片上传，其实最大的收获其实是自己，因为你每做一次，你就成长一次，你就有一次的实作经验。它就像运动健身一样，它是一天一天的积累。拍第一个视频，上传第一个视频，就像种下一颗种子。然后呢，当你每天持续的拍，还有持续的更新呢，它就像是在灌溉。那最后呢，就会茁壮，你自己会茁壮，频道也会茁壮。那当然，我们在拍视频也不能老是拍废片嘛，但拍废片也没关系啦，因为你如果是当做在练习的话就没关系嘛。那大家喜不喜欢看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是至少自己会有收获，因为你不可能真的拍废片嘛，就是说哪怕是废片，自己也是在学习，还有在累积经验，所以呢，对自己来说也不完全是废片。你看那个很多人做广告都要花钱的，那我们每天拍一部影片，就像帮自己做广告，又不用花钱。再来就是说，其实网络的时代嘛，我们不可能人与人见面都是实际见面嘛，有时候做影片就像是跟全世界的人互动见面一样，是我们用影片的方式见面。所以我觉得说，就像我们认识人一样嘛，一回生，二回熟，三回变朋友。人与人之间的认识本来就是很多的次数去积累出来的，而不是说第一次见面啊，然后说几句话，然后我们就很了解一个人。所以说，我觉得说换一个角度思考，拍影片其实呢也是在跟世界互动的方式，就透过现代的这些科技啊、网络啊，还有平台啊的一种设计嘛。我们拍影片也是在跟世界互动的方式。所以说，从这个角度去思考的话，当然你越常拍影片上传，不管内容好坏都不管，长短也不管。你越常拍影片上传的话，相当于你跟全世界见面互动的次数就越多嘛。那当然，久而久之，铁定会有同频的人，或是说，跟我们某一部分合得来的人，他就会看到我们的影片，然后他就会认识我们。所以我是这样想的，就是说我们不要把拍影片想成像是好像电视台做节目一样，我觉得不是这样子，自媒体不是这样子。然后我有了这样的想法之后，我也开始看了很多YouTube 上面的频道的经营方式，那我也发现了一些频道，有的是纯粹不露脸的，就是只有声音的，然后它也没有什么剪辑，就是放一个封面嘛，然后就分享那个纯声音的内容，那它的内容分享的也很好，然后也是稳定更新。那其实呢，它频道会来听的人也越来越多，就是像有声书那种感觉。所以说，像这样的制作方式，它也不用花费很大的功夫啦。
那当然就是说，我们的内容一定是要有一定程度的，不要说干货，就是内容就是要有正面积极的意义。因为对我们自己来说，正面积极的意义代表说我们做这件事情是有成长、有收获的。那会对观众来说，就是他可以感受到我们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一种比较偏向正向的一种频率。那这样的频率的话，也许能够给他一个好的影响，因为同频共振嘛。就是说，我们做一件事情，不管内容如何，它背后有个频率在。那只要这个频率是偏正向的，那自然而然呢，透过影片看到我们跟我们接触的人，他接触得到的频率也是正向的。那这样子本身就是产生好的影响。对，我是这样想。所以说，我就想法就变得简单化，就是反正我们每天一定要强迫自己上传一个影片。那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是在成长。每天上传的影片很简单，不管内容是什么，就从生活中取材嘛，或是说分享你所想到的事情，你可以当做日记一样啊，1分钟、2分钟也没关系，不限长短嘛。然后最重要的就是说，内容一定要偏正向的，偏正向积极的，这样子。那我觉得这样就可以了，大致上就这样。所以说，我觉得我们人说一句话、做一件事情或是一个视频，就很多事情背后都是一种频率，然后人与人之间在交流。总而言之，就闲聊吧。每天强迫自己上传一个影片，然后呢，跟网络的世界见面，然后聊2句话，然后呢，分享一点自己觉得有收获、正面的东西，跟大家互动，让自己做一个实验，就是长期做这件事情，看看会发生什么样的改变。不管订阅数怎么样啊，至少自己一定会有很大的改变。因为像我前几年为什么没什么进步，就是因为拍的视频数量太少了，所以我觉得说要先把量做起来，然后这样自己累积经验才会快，好吧？那今天就先分享到这边了，希望实验能够成功。